地球46亿岁，曾诞生过几次智慧文明？人类只是匆匆过客。高等智慧是文明的基础。如果问地球经历过几次文明，等同于在问地球上出现过几次像人类一样，甚至比人类智力更高的物种。从时间的尺度上来看，如果把地球46亿年时间当作24小时，那么1秒钟就是5万多年，而人类诞生至今未满1万年，相当于不到1/4秒。从概率上来看，高等文明出现的概率很大，但如果在概率中加入生命形成的条件、时间、演化速度，那么其他高等文明出现的概率则为0。地球诞生于46亿年前，这是根据放射性测定法测算出来的。地球的时间源于锆石中的铀238元素衰变。锆石中的铀238元素不受外界干扰，它会随着时间不断变成铅206，其半衰期为45亿年。在古老的锆石中，铀238与铅206的比例接近于1:1，因此地球诞生的时间接近于45亿年。因此铅206稍微比铀238多一些。经过更精细的测算，地球年龄大约为45.5亿年。看似人类文明只有1/4秒，地球有24小时。实际上，地球的时间很紧张。利用放射性测定法，我们可以分析地球上发掘出的化石中的元素衰变，以及不同的地质层的岩石年来测定年份。基于地质分析，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问题。例如，月球上采集的岩石测定之后，发现与月球相同。换句话来说，这块石头来自地球。于是科学家们推测，在地球形成初期，有一颗巨大的小行星与地球发生了碰撞，地球甩出大量的残渣，在地球的引力下环绕着地球，慢慢的聚合成了月球。月球的问题让我们清楚，地球形成之时曾经经历了大量的陨石轰炸，而陨石携带着大量的水，在宇宙低温状态下冷却成冰。此时的地球的大气尚未形成，陨石的到来冷却了地球表面的岩浆，同时水是化学反应的基础，即物质形成生命的基础。生命恰巧就诞生于月球灾年之后，这符合常理。在5.3亿年前，生命经历了40亿年前无氧呼吸的厌氧古菌诞生。35亿年前，蓝藻出现，产生氧气，地球氧化。23亿年前，大气氧化，地球冰封。21亿年前，地球解封，有氧代谢，演化出真核生物。15亿年前，多细胞生物出现，植物出现。12亿年前，有性繁殖出现，多样化爆发。5.8亿年前，生命第一次向动物迈进，介于植物与动物的埃迪卡拉生物群诞生。5.4亿年前，埃迪卡拉生物群灭绝。5.3亿年前，寒武纪生命大爆发，动物出现。此刻的地球上终于有了像样的生物，三叶虫、奇虾等等。同期5亿年前，板块运动，植物开始登陆，为1亿年后的海洋动物登陆做准备。节肢动物率先适应了陆地高氧环境，体型肥大。然而，巨虫时代仅仅维持了不到1亿年，就被迎头赶上的陆地脊椎动物碾压。地球进入了恐龙时代，直到6500万年前，小行星出现，哺乳动物才有了崛起的机会。人类祖先原本在树上生活，在330万年前开始下地发力。如果真的存在史前文明，那么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6500万年前到330万年前。在这个时间内，地球生物才能演化得足够复杂，足以驱动文明。如果存在他们的年代并不久远，会在地球上留下大量的证据。我们连恐龙都挖掘出来了，
何况是他们。史前文明的证据有很多，例如20亿年前的奥克洛反应堆、沉入海底的亚特兰蒂斯文明、玛雅文明等等，这些证据最后都被啪啪打脸。实际上，地球的有效时间并不长，而且科学家在疑似史前文明的证据出现之后，都可以有效对这些证据进行年份检测，并且参照同期化石，而同期霸主都不具备建立文明的能力。有些证据甚至出现于15亿年之前，即多细胞诞生之前。地球上的万物都在地球的2种作用下苟活，一种是内部运动，轻则温水煮蛋，重则地动山摇，火光冲天；另一种是地表之上的作用。我们总是说坚如磐石，实际上岩石在岁月中会被风化侵蚀，然后在气流、水流的带动下，最终沉下来，再次成岩石。这2种作用下有各自的特点。剧烈的内部运动善于直接将物质掩埋，大量的有机微生物尚未分解，能量直接被深埋地下。化石能源就是源于此。地上的作用善于计入时间，沉积物一层层累加的。岩石圈中剖面的图像是一层层不断叠加且连续的结构。不过，地球内部活动、板块移动、地震等因素会使岩石圈发生褶皱与断层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探寻历史与文明的痕迹。想象一下，人类今天在地球上留下的痕迹，特别是基建狂魔，在人类灭绝后，地球上会留下多少难以磨灭的痕迹？大量棱棱角角、混凝土、塑料颗粒等等，这些人为的特征想在历史的长河中隐藏起来是很困难的。如果存在史前文明，为什么人类可以在历史进程中发现大量化石，而完整文明的痕迹却没有？显然，根本不存在史前文明。